太子殿下，只要你死了，皇位就是13皇子的了。你怎么醒了？我竟然穿越成了大秦帝国的废物太子，还被自己的太子妃给毒杀。王者系统绑定，现发放新手大礼包，恭喜宿主获得霸王之力。我感觉浑身都充满了力量。你明明已经喝了毒酒，怎么还没死？她就是我的太子妃顾清寒，当朝丞相的外甥女，勾结丞相和齐贵妃给我下毒。太子殿下，你想干什么？快放开我！放开你！你是姑的太子妃，姑现在要你侍寝。太子殿下，以后就有约定，我下进东宫帮你稳固地位，你绝对不能碰我。稳固地位是假，蓄意谋杀才是真，那就别怪我不给情面了。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现在知道怕，晚了。走开！小酒种，等会儿继续。贵妃娘娘驾到，太子还不出来迎接？来得正好，本太子正要去找他。皇贵妃娘娘驾到，你个废物太子还不快快跪迎！哎呦喂！想让我跪迎是吧？那贱妇想害本太子，说什么硬奴才，本太子在手他！放肆！这废物竟然还活着，顾清寒怎么办事的？哼，废物，连本宫的人你也敢打？姨母，您可一定要为青儿做主。废物，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事？齐贵妃，房间里就咱们3个，那不如……放肆！竟敢对本宫无礼！本宫要去禀告皇上，罢了你的太子之位。去吧，顺便说一下你和太子妃密谋毒杀姑的事，看皇上如何处置你。快住手！本宫是皇上的女人，你不能这样。齐贵妃，你以为你做的那些龌龊事就没人知道吗？父皇的身体每况愈下，你敢说和你无关？娘娘，大事不好了！皇上吐血昏厥了！娘娘，大事不好了！皇上吐血昏厥了！本宫筹划了这么久，那老东西终于不行了。可惜这个废物从小受那老东西喜爱，今日没能毒死他，依旧是我皇儿成为储君最大的阻碍。齐贵妃，你要衣衫不整去见皇上吗？今日之事，你若敢说出去半个字，我齐家和你不死不休。我得赶紧回去，让皇儿做足准备。我也该去养心殿了。这个废物竟然还活着！臣等拜太子殿下。丞相大人，过来一下。太子有何吩咐？这地上有水，姑要进殿。这么硬气，还是之前的废物太子吗？愣着干嘛？赶紧去给太子殿下拿个垫子过来。齐相听不懂姑的话吗？跪下！姑要进殿。太子殿下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跪下！趴下，四肢着地。你，丞相大人，你毒杀姑的事情，不想被父皇知道吧？
等皇上驾崩，我看谁还能护你！我要将你碎尸万段，暴尸荒野！父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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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快醒醒啊！儿臣早年就丧母，可不能再没有父皇啊！你快醒醒！老六，父皇也舍不得你。父皇，父皇，儿臣来迟了，你一定要保重龙体啊！老十三，朕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想好了再回答。父皇，请问，儿臣一定如实回答。若朕将这江山交予你，你当如何治理？父皇，儿臣若登大宝，定要效仿父皇当年亲率铁骑，开疆拓土，让我大秦威名远扬，万国来朝。老六，你呢？父皇，儿臣胸无大志，就想吃喝玩乐，风花雪月，享受幸福人生。父皇，就这些？哦，再多养几个美人也不错。蠢货，皇位是我的了。老十三，志向远大呀！父皇圣明，儿臣必不负父皇期待。老六，吃喝玩乐，倒是个实在人。众卿听旨。皇太子听白，心思纯净，着令太子监国，替朕行事，所到之处如朕亲临。父皇，您是不是说错了？太子说他只想吃喝玩乐啊。朕这一生征战无数，深知开疆拓土风险之大，稍有不慎，整个大秦国运都压上了。父皇，儿臣有雄心壮志，难道错了吗？雄心没有错，但当皇帝更需要稳重。老六至少能做个守城之君。老六，朕把这家底给你，可别把家底败光了。儿臣遵旨。父皇偏心，他明明是个废物。朕一决，退下。皇上是老糊涂了吗？竟然选了个废物监国！我大秦落在这个废物手里，国不久矣呀！太子这个废物，连只鸡都不敢杀，他也配监国？真不知道皇上是怎么想的。陈大人，你刚刚在说什么？本官说你是废物，不配监国。行，侮辱当朝太子，按律当斩。陈大人，你想怎么死？太子殿下，本官可是皇上钦点的户部尚书，我儿臣英更是御林军副统领，你敢杀我吗？要不本官借你几个胆子？哼，他竟然杀了户部尚书！这个废物竟然如此杀伐果断，此子断不可留！立刻召唤御林军副统领陈英。恭喜宿主成为仙谷太子，奖励宿主王者英雄程咬金李元芳，宿主可以随时召唤。太子殿下，不好了！御林军副统领陈英带着2000名御林军包围了东宫，扬言要为父亲陈国维报仇。哼，来得还挺快。再去探。是。召唤程咬金。
属下拜见太子殿下。老程，你率领东宫卫队去解决包围东宫的贼子。请殿下放心，俺杀光他们。哼。元芳，拜见太子殿下。元芳，孤命你组建修罗卫，收集情报，监察百官，办案缉拿。现在就去调查哪些官员是唐爽的人。属下领命。殿下，东宫卫队已斩杀御林军2000人，陈英逃去了如宫。哼，一群腐朽的儒士也敢包庇乱贼！走。太子不学无术，滥杀无辜，若登大宝，我大前威矣。13皇子文武双全，您才配得上储君之位。我等愿意支持13皇子。快，13皇子，救我！快，13皇子，救我！孤的13弟，你可真是深得人心啊！这里是大前如宫，谁敢撒野？你们确定要包庇乱臣贼子？太子殿下，这里是儒学圣地，你竟敢动兵刃，还不速速退下！自古以来，如宫不动刀兵。六哥，你该退了。哼，孤若是动了，你竟敢对孤不敬，该死！本官是当今大儒，就是皇帝见了我也。唐廷白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杀害当代大儒！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杀害当代大儒！陈英包围东宫，意图杀死本太子，罪同谋反，当诛九族。包庇者同罪论处。太子殿下，我错了，迷饶！你在如宫杀人，就等着被揍！你个废物，你敢打我！唐廷白，你敢打我？你找死是吧？还敢嚣张！让你嚣张！让你嚣张！13皇子对孤不敬，关押宗人府1个月。明日宣政殿议事，谁敢不去，死！哼！青儿最近可乖得很啊。妾身如今只能依靠太子殿下了。该死的唐廷白，竟然把我儿关进了宗人府。青儿，你先下去吧。贵妃找孤何事啊？本宫刚去宗人府看了你13弟，宗人府环境恶劣，你13弟身子又不好，受不了这份苦。他说他知道错了，希望太子殿下网开一面，放了他。孤一句话就能放了他，可凭什么？凭他辱我，还是凭你伺候人的本事？太子殿下，我是你父皇的妃子，你可要想清楚后果。齐贵妃，你嘴虽硬，可身体却诚实得很啊！太子殿下，我愿意出20万两白银，换唐爽自由。50万两。好。哼。恭喜宿主成功打脸贵妃，奖励宿主王者游行张良，出入身份正司品督察院左迁都御史。有张良这样的旷世奇才，朝堂上何愁没有根基？太子殿下，妾身比姨母年轻。哼。殿下，户部是大钱的钱袋子，您把户部尚书陈国维给杀了，这户部运转可就困难了。还望太子殿下快任命一位新的户部尚书。丞相言之有理，各位大人可有什么推荐人选？
太子殿下，臣以为中书侍郎刘大志接任户部尚书之位。这是刘大志上半年的功劳。今年1月贪污200万两，2月150万两，3月100万两，4月100万两，到现在已经贪污了700万两。刘大志，去天牢里升官吧。丞相，这就是你推选的人呐。孤推举督察院左迁都御史张良任户部尚书。殿下，张良只是个五品小官，只升2品不合规范，还请殿下收回成命。臣附议，张良政绩平平，不堪大用。殿下若执意给他升官，我等抗议。河安下江明明，你还好意思说别人呢？一个诬告官员草菅人命，一个收受贿赂逼良为娼，按律斩首示众，着令抄下。还有谁有异议？既如此，户部尚书便是张良。上任之后，孤给你拨款100万两，用以买粮赈灾救民。臣张良谢殿下重用，必不负殿下所托。唐廷白，你敢骑在我头上拉屎，我要让你知道大钱究竟谁做主。京都粮价暴涨，一夜翻了10倍，你怎么看？殿下，昨日刚说要买粮赈灾，今日4大粮商就集体涨价，背后应该有官员撑腰，同时有官员走漏了消息。张尚书，跟孤去街上看看粮行的情况。是。1担米4两银子，一夜之间你们张氏粮行竟然涨了这么多，你们就不怕遭报应吗？就是，大钱立国数百年来，粮价还从没有如此恐怖过。你们这些奸商，为了赚没钱，就要饿死我们吗？都废什么话？太不像话了，这样太过分了！小老儿就这么多钱，怎么可以打人？就你们一群贱民还敢抢我张家的粮食，都活够了是吧？想要粮食拿钱来，没钱就他妈等着饿死吧！谁敢再来抢粮食，这老狗就是你们的下场！张少，我错了，别打了，张少，粮食我不要了，你放小老儿一命吧。饶你一命，好啊！饶你一命，好啊！王八蛋，你是谁？敢打我？你知道本少爷是谁吗？本少爷是张氏粮行的公子，家父张德海。我们家有的是钱，你小心点儿。哦，你嘴巴不干净，抽你一巴掌帮你洗洗。顺便告诉你，孤叫唐听白，大前皇太子，家父是当今圣上。太子殿下高高在上，怎么会管这种小事啊？就是啊，大前朝廷从来都是帮有钱人，什么时候管过我们这些普通百姓？我觉得是真的，冒充皇太子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啊！哼，你个王八蛋，敢冒充太子，你还敢打我？一群废物，都瞎了吗？给本公子上，打死他！你真是大前皇太子？张敖是吧？孤不想杀人，告诉孤。是谁暗中指使你们4大粮商涨价的？太子殿下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最近粮食短缺，灾民众多，小人想趁机涨价，大赚一笔。其他3家也是这么想的。给你活命机会，你不珍惜，那你就去死吧！张良。你带着衙役去查抄京都4大粮商所有的店铺和他们的府邸。是。来，多谢太子殿下救命之恩啊！
这个年纪有这样的身体，牛啊！老程，你带着4大粮商，把他们送到丞相府门口去。殿下，为什么要去丞相府？既然我找不出这幕后指使之人是谁，那就一律按齐德龙的蠢猪处理。好嘞，嘿。程咬金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带人围了我相府！今日之事，你若不给我解释清楚，将你当街斩杀！脖子在这儿了，齐老狗，你砍啊！有本事你就砍死我，否则我家殿下不可能放过你。怎么，想用唐廷白来压我？你以为我会怕？告诉你，你就是唐廷白的一条狗，即便是把你杀了，唐廷白连个屁也不敢放。齐德龙，你好大的本事，敢直呼姑的大名，还敢辱骂姑的人，你想造反吗？不敢，只是殿下您的手下太没规矩了，竟然要在丞相府审犯。齐德龙，你在教姑做事？臣不敢。姑的耐心有限，告诉姑，让你们掌家的幕后主使是谁？说了活，不说死全家。殿下，这人叫孙小明，是孙家的负责人。太子殿下，我就是想着粮食短时间运不过来，所以才想着涨价多赚一些钱。再说律法又没说不能涨价，我们自己的东西你也管不着啊。你这个奸商，你倒是委屈上了。你可知因为你们恶意涨价，会有多少百姓会饿肚子甚至饿死？姑今日就立下律法，凡生活必需之物恶意涨价者，抄家灭族。唐廷白，你区区一个傀儡，凭什么擅自修改律法？有哪来的胆子来得罪我们4大粮行？我们背后可有大人物，现在放了我，不然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你不说，姑也能知道是谁。把他们4个带到百姓面前杀了吧。饶命！饶命啊！嚣张，太嚣张了！把我丞相府当成什么了？一定要想个办法弄死这个疯子。丞相，有人举报你私藏朝廷通缉的逃犯，可有此事啊？唐廷白这个废物，现在要来收拾我了。太子殿下，绝无此事，一定是某个小人诬陷栽赃了我，咒那孙子全家不得好死。姑也想相信你是清白的，但口说无凭啊。不如姑派人进去搜查一番即可。殿下尽管搜。绕了一圈就是要搜丞相府，罢了，我就知道这小子现在不敢对我动手。今天丞相府怎么回事？又是杀人又是搜家的。各位大前百姓，姑乃大前监国皇太子唐廷白，朝廷监管不力，让小人钻了空子，4大粮商联手涨价，这是朝廷的失职，是姑的失职。殿下言重了，粮食涨价都是奸商做的，和你没关系。殿下，俺不会说话，但就凭您给俺们老百姓行礼认错，俺就知道您是个好太子。今后谁要是再敢说太子殿下的坏话，俺就打死他。哎呀！姑已经斩杀了4大粮商的家主，粮食价格已经打下来了，比之前还要便宜。需要粮食的百姓可以去好汉街，姑宁可赚不上钱，也要让大家吃上饭。太子殿下仁义，草民多谢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千岁，大秦万岁！太子殿下，丞相，府上着火了。着火了！殿下，我先去救火。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哼，干得不错。恭喜宿主完成心系百姓的隐藏任务，奖励宿主王者英雄白起，目前植入身份神机营副总兵，
前往神机营签到即可召唤。姚金，把剩下的银子送去神机营。是。属下神机营总兵孔鹏拜见太子殿下。属下神机营副总兵白起拜见太子殿下。好，白将军别客气。虽然你我是第一次见面，但是孤对白将军的大名可是早有耳闻啊。太子殿下，您来属下的神机营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？我好安排兄弟们搞点欢迎仪式啊。你的神机营？太子啊，这里是神机营，是本总兵的地盘，不是你放肆的地方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神机营是孤的，是唐家的，什么时候变成了你的？反而是你见到太子不跪，以下犯上，你想诛九族吗？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老子当了3年的总兵，在神机营和兄弟们朝夕相处，在神机营，谁敢杀我？谁敢杀我？我敢！总兵大人，朕死了！白总兵，把剑给孤，孤要杀人。殿下，您要杀谁，直接告诉属下就好了。您是皇太子，如果您出了什么事儿，属下万死难辞其咎。放心，孤心里有数。刚刚你们跟随孔鹏对孤不敬，以下犯上，按律当斩。想怎么死，选个姿势吧。我们是孔总兵大人的人，我们自然要听孔总兵的命令。你想怎么死？我斩了你！小的愿为太子殿下效力。记住了，神机营是唐家的，也是孤的。是。你叫什么？家住哪儿？可有妻儿？每个月军饷多少？回太子殿下，俺叫王大力，山东府人士，还没娶媳妇儿，连女人的手都没摸过呢。军饷是1月1两银子。看来孔鹏克扣了不少军需，你们跟着孔鹏也没捞到什么好处啊。以后神机营由孤接管，初次见面，这10万两白银算是孤给兄弟们的见面礼。以后所有战士每人20两，稍后由总兵白起发下去。多谢太子殿下。神机营全体今生今世只效忠太子殿下。神机营军需官何在？今日杀猪宰羊，孤与兄弟们不醉不归。不醉不归，不醉不归，不醉不归，不醉不归。恭喜宿主收复军队，获得军薪，奖励宿主抽奖1次。抽奖？恭喜宿主获得辅助优降，鲁班大师，植入身份工部侍郎。既然是个工匠大师，那就可以制造各种器械和武器，武器升级大有可为呀。殿下，还是白天呢，咱们晚上再做。殿下，听说你杀了京都4大粮商的家族长老，他们那4大家族脾气都不好，恐怕过不了多久，京都的粮食肯定又少又贵。青儿，孤记得你是辽东顾家的人，顾家只要抓住这次机会，一定可以跟着唐天白一飞冲天，到时候我也能成为下一任皇后。是的，殿下您知道，辽东黑土广阔，粮食又多又好，我家也是辽东粮商。让你家京都负责人来东宫谈生意。妾身的弟弟今日就来东宫了，我叫他马上就来见你。好。姐夫，你总算来了，姐姐都跟我说了，要多少粮食，你说个数，弟弟我马上给你送来。顾公子，顾氏准备与顾家合作，顾家出粮食，太子商会售卖，利润55分。
姐夫，叫我大同就行了。这利润啊，我1分不要。但是啊，这粮食本钱你得给我。你尽管放心，只要孤在一日，你们顾家就会一直有生意做。好嘞，姐夫。对了，大同，从你们东北府运粮食到京都，每担粮食成本价是多少？收购价是1担米20铜钱，除去人吃马桥粮食损耗，运到京都至少卖到30铜板，我们才能不亏。30铜板，倒也还可以接受。孤的商会还能赚上钱，你们顾家能否一次性拿出100万担？可以的，就是官道如果没有那么差，还能运更多。好，这已经足够了。后面你去找张良谈。好，姐夫，我先走了。解决了粮食，明日的大朝会，不知道又有什么热闹。明天一早，皇上就要亲自举行大朝会。以皇上的性格，他一定会给唐廷白撑腰，所以你要先发制人，让唐廷白没有翻身之地。没错，狄尚书，明日你就第一个发难，以刑部的名义举报唐廷白私制龙袍、龙椅和玉玺，准备造反。没问题，只是皇上一定会派人去搜查。东西准备好了吗？本相已经安排好人，将龙袍和龙椅都藏在了太子的宫中，到时候一定是证据确凿。请丞相放心，下官一定将唐廷白置之死地。明日我等直接复议处死唐廷白，同时拥立13皇子为新太子。丞相安排周密，臣等佩服啊！万事俱备，万无一失，只等大朝会了。任务完成，只等明天早上皇太子被问罪，我就能去13皇子身边做贴身太监了。母妃，您就放心吧，这次丞相的计划万无一失。明天儿臣就会成为大前的皇太子，到时候唐廷白一个废太子，生死就在我们一念之间。到时候你可以好好报复他，要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皇上，丞相府、宁安宫和东宫都传回了消息。朕知道，继续监视。皇上，明日大朝会，群臣要诬陷太子殿下，逼迫您废太子，让13皇子继承皇位。这诬陷一旦坐实，太子殿下就会非常被动的。请皇上恕罪，老奴多罪，老奴该死。下去吧。坐镇的刀就要有能力，经受磨砺。皇上，老臣有要事启奏。讲。有丞相撑腰，这个废物太子今天死定了。刑部接到密报，监国太子唐廷白私制龙袍、龙椅以及玉玺，将所有赃物都藏在东宫藏书阁内。皇上，太子意图谋反，老臣请杀之。太子殿下造反，怎么可能？未来他就是皇上，他急什么？不好说，也许太子殿下已经等不及了，想快点成为皇帝。原来这样对付我，不过也没什么好担心的，大不了就真的反了。皇上，太子殿下意图谋反，臣请罢免太子监国位置。臣请皇上罢免唐廷白太子之位。皇上，太子意图谋反，按大前律应凌迟处死，其下属应诛3族。天子犯法，以庶民治罪，请皇上按大前律法办事。太子，你可有什么要说的？
父皇，儿臣无话可说，这些都是栽赃陷害。狄尚书，今天你最好能把孤置于死地，否则诛三族、凌迟处死的就是你了。皇上，你都看到了吧？太子现在都不思悔改，还明晃晃的在朝堂上威胁臣。老臣一心为了大钱，请皇上为老臣做主啊！皇上，太子唐廷白性格暴虐，难堪大任，大杀儒生，天下儒生震怒，理应废掉。13皇子唐爽受本王亲自教导，心性纯良，可为太子让其坚果。父皇，儿臣愿为大钱帝国发展尽绵薄之力。唐龙身份尊贵，被天下读书人敬仰，尊称为半圣，连皇帝见到他都要叫一声三叔。皇帝可不会为了一个唐廷白就得罪唐龙，唐廷白今日必死无疑。连半圣都出来了，就为了罢免太子。太子这把刀实在是锋利啊，可惜这把刀真用的还算趁手，还需要他做更多。畜生，还不跪下！你竟敢斩杀大儒，动摇国本，现在立刻自裁谢罪，以此来平息天下儒生的怒火。哪怕是死，你也是大钱的罪人。朕都不敢明着对付这位三叔，朕的太子真老了。太子和百官的事，朕不掺和，死几个人都无所谓。装病，装病。不好了，皇上晕倒了！太医，快叫太医呀！老皇帝还是只会这一招。现在，诸位大人，你们可还要换太子啊？唐廷白这疯子，连唐龙都敢杀，要避其锋芒。我等读的是圣贤书，岂能容忍太子在此如此肆无忌惮？我大钱落到这种人手里，必死无疑。唐廷白不配当储君，不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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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几个以下犯上，都给我杀了！这几个以下犯上，都给我杀了吧！太子，你放肆！我乃亲封的正二品大员，若要杀我，没有皇上的圣旨，你敢杀我吗？太子殿下，若没有圣旨，您可不能杀狄英啊！难不成您想僭越？丞相大人，孤倒是想问问你，狄英栽赃嫁祸孤谋反，将龙袍龙衣等僭越之物藏在孤的藏书阁，这该当何罪？按大钱律，栽赃嫁祸皇太子，应该即刻烹杀诛杀6族。丞相说不出来，就把狄英烹了吧。你，其他大人都退朝吧，孤要去照顾父皇了。以下犯上那几位，都是咎由自取了。丞相，你是百官之首，约束好你的下属。未来这段日子，大钱再出什么事，孤都算到你的头上，你可明白？明白。退朝。太子殿下，您让臣做的事情，臣已经解决了。是吗？走，去看看。殿下，这是箭杆机做出的箭矢。这箭杆果然笔直。殿下，臣做的箭杆机只需要1个人即可操作，1个时辰便可生产约300根箭杆。没想到困扰我这么久的问题，就这样轻松解决了。好，你称得上大师之赞，孤给你拨20万两银子，制作这种箭杆机。好，一定不负殿下所托。殿下，试试。殿下，
您的剑术竟然这么厉害！献丑了。恭喜宿主朝堂立威，奖励宿主物资抽奖1次。抽奖。恭喜宿主获得20吨大马士革钢铁，钢材已放置在东宫仓库。不错呀，有了这些钢材，东宫卫队武器就能提升一个档次。这把刀太疯狂了，不过朕拥有100万军队，刀永远只是刀，伤不了主人。张让，你去把偷偷将龙袍龙椅藏进东宫的太监秘密处决了。是。记住，抓到人直接杀，不要问任何事。朕也不想知道幕后之人是谁。奴才明白。死的人够多了。唐天白这小儿欺人太甚，竟敢杀害无师，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。上官师弟，冷静点，要找唐天白报仇，我等恐怕不是对手。现在皇帝昏迷，唐天白大权在握，此事还需从长计议。都住口！你们怕死，我上官锦城可不怕。唐天白那厮3番4次戏弄我等，定要他狗命！殿下，您为什么这么喜欢出来逛？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。身为储君，不仅要处理朝政，更要了解民间疾苦。哎呀，这位公子，你撞得奴家心花怒放呢！殿下小心！殿下小心！你是谁？为何要刺杀姑？你以为伤了我就安全了？臭娘们儿敢刺杀俺家太子殿下，找死！老成，还有刺客。天子脚下竟然有人刺杀姑，还有活口吗？好剑法，姑差点就没躲过去。可惜还是让你躲开了。吾乃上官锦城，唐龙的弟子，今日来取你狗命。太子不是个废物，实力怎么这么强？打不过走为上计。唐天白，杀师之仇，不死不休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哼！哎，殿下有一个活口，看样子是狂刀镖局。将狂刀镖局夷为平地，建造厂房。是。杀完事，不共戴天。唐天白，只要我还活着一天，我一定会找你报仇的。我杀不了你，丞相还杀不了你吗？上爷，最新消息，数百刺客当街刺杀唐天白，死了吗？数百刺客全部被杀，唐天白只是掉了几根头发。通知下去，让那些文官最近都老实点，咱们坐山观虎斗，等他们斗得你死我活了，咱们再出手。东宫探子来报，最近唐天白迷上了打铁。哼，堂太子竟然去学这种低贱的工匠打铁，肯定别有深意啊！上官敬城刺杀太子，上官敬城是河西上官家的大公子吧？就是他。刺杀太子，罪不可恕，把上官家的所有官员缉拿下狱，论罪斩首。老奴这就去办。最近这孩子怎么又喜欢上打铁了？嗨，老奴不知。罢了，随他去吧。喜欢打铁就打铁吧。不错，剑体通红，
还带着3条血槽，一剑下去必定血流如注，那就叫他少阳剑好了。这段时间总算没白忙。殿下，少阳剑虽然锋利，可俺的大斧子重100斤呢，这么好的长剑对上俺的斧子，不会被砍出豁口吧？我去，殿下，少阳剑连个豁口都没有，俺的斧子都给你砍坏了，您得赔俺。俺也不贪心，您就让工匠用那个大马士革钢给俺造2把就好。行，准了。多谢殿下。太子殿下，厂房的进程如何？一切顺利，百姓们听闻殿下要收购房屋、招募民工，都愿意支持殿下，而且他们十分感谢殿下恩德。行，你做的不错。殿下，官员和镖局抄家已全部完成，一共得白银200万两，黄金20万两，珍宝字画10万两。这是账本。哎呀，抄家才是这个时代最快的发家致富方法呀！白银入东宫内库，黄金给皇上送去，其余珍宝字画兄弟们分了。属下替兄弟们多谢殿下。哦，对了，殿下，高丽使团今天上午已抵达京都，但是领队是高丽第一美人公主李知恩。都下午了，使团怎么还未来拜见？他们一入京都就跑去丞相府了，现在都没有出来。元芳，通知礼部，所有驿馆全部关门，不允许高丽使团居住。同时告知京都城内所有客栈，谁敢接待，格杀勿论。是。哦，另外，你亲自带人去收使团的人头税，每人1000两银子。是。齐叔父，许久未见。这些都是侄女从高丽带来的一点心意，都是百年山参和高丽大成宝石。长公主太客气了，高丽王有心了。这使团进京，第一时间就来拜访本相，看来你们是很清楚大前当前的局势啊。现在谁不知道大前真正的主心骨是您呢？这大前皇帝陛下龙体欠安，太子又是个废物。侄女当然要先来拜见大前真正的掌权人。哎呀，还是大侄女说话好听啊！哎，坐下来说。齐叔父，侄女此次前来还有一事相求。我们高丽国小民贫，年年纳贡，岁岁称臣，百姓苦不堪言，所以侄女斗胆想请齐叔父做主，让高丽脱离藩属，不再纳贡。一个藩属国竟然妄谈独立，好大的胆子呀！齐叔父，大前皇帝年老体弱，太子就是个废物，朝政都系于叔父一身，只要叔父愿意点头，高丽愿用50万两白银作为谢礼。另外，我们只允许齐家商队入高丽进行贸易，其他大钱商人一律不允许入高丽。叔父，这可是独门生意啊！这小丫头倒是会打算盘，若真能让齐家垄断贸易，那财富便源源不断。而且正好借此事试探一下皇帝是否真的病入膏肓。大侄女，此事本相应下了，回头我就去宣布，高丽不再属于大前藩属，正好也让那些大臣们心里清楚，让他们知道这大前未来谁说的算。如此就多谢叔父了。只是唐廷白那里会有阻力吗？哎，有我在，一切都放心。唐廷白就是个废物，傀儡一个，不足为惧。既然如此，那侄女先回驿站，且等明日消息。好。唐廷白，你一个废物，拿什么跟本相斗？这大钱早晚是我齐家的。公主，他们说不能让我们入住。谁给他们的狗胆，竟然敢阻拦高丽使团，就不怕他们太子殿下责罚吗？高丽使团奉太子殿下令，
所有驿馆关闭，不接待高丽外使。这位大人，我们是高丽使团，不住驿馆，住哪里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太子殿下说了，所有驿馆关门，不接待，你们可以住客栈啊。好，那我们住客栈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公主殿下，太子殿下说了，所有客栈如果敢接待高丽使团，格杀勿论。你们大钱就是这样对待使团的？我要见你们陛下。皇帝陛下身体抱恙，不便见客。公主殿下要见的话，去见太子殿下。好，那我们今晚住哪里？这本官就不知道了。对了，太子殿下还有令，所有外使入京都需要交人头税，1200银。欺人太甚！我们高丽使团岂能受这等侮辱？来人！高丽使团偷袭大前官员，按律押入刑部大牢。公主，不，大人，公主，他是我的救我们啊！公主，不能带走他。公主殿下，如果你要着急的话，不如先带着银子去找太子殿下。如若半个时辰见不到银子，你这些手下恐怕是要吃苦头了。殿下，高丽公主李知恩求见。静儿，先退下吧。唐廷白，你什么意思？驿馆不让住，客栈不让住，还要收人头税，你是故意为难我吗？几年不见，你漂亮了不少啊。脾气还是这么火爆，怎么在齐德龙那儿受了气，跑到姑这儿来撒野了？你放开我！多年不见，姑甚想你。我也好想你。那就留下来。不行，我不能心软，我是高丽的公主，必须把国家放在第一位，我要为高丽争取利益。唐廷白，你别这样，我这次来是有正事要谈。什么正事值得你去找丞相，而不来找姑？是想独立，还是让齐德龙那老狗垄断贸易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整个京都还没有姑不知道的事。你以为齐德龙那条老狗能保你？他连自己都保不住。知恩，姑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老老实实当大钱的藩属国，该纳贡纳贡，该称臣称臣；第二，姑现在就灭了高丽，让你当亡国公主。你不能这样，我……哼。不过，看在你我的旧情上，姑可以给你第3条路：你留下来，嫁给姑。高丽的事，姑会妥善处理。我要和荆州联姻了，你也知道，荆州骑兵恐怖。那就只有一条路了。什么？明天你就知道了。你回去吧。那我们住哪儿？还用交人头税吗？住哪儿自己想办法，人头税一个都不能少。唐廷白，你姑这个人公私分明，感情归感情，规矩归规矩。高丽使团不懂规矩，就该受罪。明日早朝，姑希望那些文官不要和姑作对，不然姑又得杀几个人了。臣等拜见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岁！平身吧。太子殿下，陇右陈家不满您杀害陈国维，其家主陈江流欲率领5000私兵前来跟您讨个说法。老臣与陈江流相熟，愿将其劝返。哦，姑看他们不是要说法，而是要造反。好啊，好得很呐！陈家敢公然造反，
背后不就是有齐德龙撑腰吗？丞相，你不用劝了，他们赶来，把命留下就是了。沈继营已去了河东府，皇上多疑，肯定不会再给唐廷白兵马，他就只剩800东宫卫队了。对战陈家5000私兵，差距悬殊，唐廷白必死无疑。还有何事要议？太子殿下，在下洪福，高丽国礼部尚书，本次使团的实际负责人。你有何事？高丽国连年战乱，大前却袖手旁观，致使我国国力大减，百姓死伤惨重。因此，希望太子殿下能够允许我国脱离大前，自行发展。估计的高丽发生叛乱，我大前第一时间询问是否需要出兵帮忙，是你们拒绝了，现在却要倒打一耙，如脸在否？从今年开始，高丽纳贡翻5倍，岁贡白银500万两，高丽参10万根，大成宝石50万枚。高丽可以拒绝，但孤的兵马会踏平高丽。太子殿下，您恐怕还没有这个资格对高丽宣战。再说，我高丽人才济济，您若战，我们随时奉陪。不就是吓唬人、放狠话，谁不会？太子殿下，我高丽国必须脱离大前，彻底独立。你同意也得同意，不同意也得同意。传大前太子令，宣战高丽。大前京都所有高丽商贾全部缉拿，没收家产，驱逐大前。上旨到。皇上有旨，命天武军、安武军以及第3骑兵营全部交由皇太子唐廷白指挥，有敢违抗圣旨者，诛3族。太子殿下，这是天武军、安武军以及第3骑兵营的兵符。辛苦了，张安党。皇上也不想让高丽脱离大前呐。此次对战高丽国，我一定要上前线。就知道老皇帝绝不会容忍高丽的放肆，这和小弟在老大头上拉屎有什么区别啊？洪大人，刚刚说不惧与大前一战，是吧？不能惹恼了这疯子，否则高丽必然生灵涂炭。太子殿下，高丽依然想脱离大前，我们可以拿出价值500万两银子的高丽参和价值500万两银子的大成宝石来平息太子殿下的心头怒火。就算你们同意今后5倍纳贡，这次我也要出兵，巩固我的太子之位，建立我的军中威望，以后也好接管军队。此次对高丽作战，孤亲自指挥，谁愿跟随孤一起出战？臣陆炳愿随陛下出战。臣张不一，臣钱文龙，臣南毅，请战。殿下，这高丽虽可恨，但还没到出兵讨伐的阶段。臣以为……闭嘴！孤已下令，谁敢劝阻，以通敌论处。好，很好，唐廷白，你若真要打，高丽奉陪到底。不过，本官提醒你一句话：战场凶险，你别死在了战场上。老程，将这2个高丽使臣拖出去砍了，脑袋装进盒子里，给高丽国国王送过去。唐廷白，唐廷白，你疯了！两不交战，不斩来使，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。唐廷白，唐廷白，干得好！放开我！兵部尚书立刻命令天武军、安武军以及第3骑兵营3天内赶到大前京都，迟到者后果自负。是。高丽大前一旦开战，齐家商队的宝石生意就要停了，1年就要损失500-600万两银子，一定要阻止唐廷白出兵。殿下，老臣也支持出兵，只是目前国库空虚，7万大军出征的钱粮实在是凑不齐呀。7万人出征，军饷、粮草需要白银60万两，粮食15万担。这笔钱从孤的东宫内库里出，丞相
就不用担心了。忘了，这厮抄家发财了。退朝。你真的要攻打高丽吗？姑像是在开玩笑吗？可是战场上刀剑无眼，你万一……担心我？谁担心你了？我是担心高丽的百姓。高丽有今天，全拜你的父王所赐。高丽有今天，全拜你的父王所赐。你父王又想要大钱的好处，又想让高丽独立出去，世上没有这样的好事。真的非打不可吗？今日不打，高丽就会以为我大钱软弱可欺，处处挑衅。只有让那些人付出血的代价，他们才能知道谁是主子。那你要小心。放心，姑会大胜归来。那你就留在大前，不用回去了。建州联姻也没必要存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姑的人。建州要是敢抢人，姑连他们一起打。谁是你的人？殿下，不好了！陈家家主陈江流率领5000私兵，已经到了城门口。齐德龙早就知道了消息，等到兵临城下了再说。用心险恶之极呀！通知东宫卫队，城门口集合，要求文武百官以及皇室成员、国公侯爵城墙观战。殿下，咱们东宫卫队只有800人，要不要求助皇上？800就800，800对5000，优势在于我。你要小心。放心，几条杂鱼而已。等我回来，咱们继续。走。皇上，陈家家主陈江流已经带着5000私兵到了京城下，要太子殿下给他们一个说法。太子那边如何应对？太子殿下带着800东宫卫队迎战陈家私兵，同时邀请文武百官、国公列侯和宗族皇室城墙观战。小子，要是连这点小麻烦都解决不了，就别想接老子的担子。奴才明白了。你也去瞧瞧，一旦有什么情况，第一时间汇报。是。兄弟们，前几天姑杀了陈家的一个垃圾，现在陈家的人居然要造反，你们说答应吗？不答应！不答应！不答应！好，那今天姑与你们一起上阵杀敌，谁杀敌最多，官升3级，直接封男爵，赐良田100亩，黄金10000两。干死他们！干死他们！这个废物太子搭的台子还不赖，我陈江流今日要出大风头，我陈家的生意也要水涨船高了。唐廷白，老夫陈家家主陈江流今日带兵前来，并无反意。老夫只想问问，你无缘无故杀我陈家儿郎，是何道理？今天你若不能给老夫一个满意的解释，老夫绝不答应。我陈家5000热血男儿更不会答应。陈江流，从你带兵出陈家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已经是反贼了。你们陈家的人一贯藐视法律。陈老狗，你和你身后的那5000士兵，今天晚上都得死在这儿。你有辱斯文！你还有遗言吗？杀了他，出了事儿，陈家负责。这可是徒手杀死8头猛虎的壮汉，砸死一个唐廷白，太容易了。唐廷白，你辱我陈家老家主，你该死！呀！呀！啊！徒手杀死8头猛虎的男人，竟然被唐廷白这个废物一剑秒杀！陈家私兵听令，谁能砍下唐廷白的狗头，老夫赏白银10万两，恢复他们的自由身。10万两，老子拼了！杀呀！迎敌！你们竟敢帮我！唐廷白可不敢杀我，待我回到陈家，肯定杀了你们全家！陈老狗，你好啊！唐廷白，
唐廷白，你放肆！老夫是读书人，为官几10年，你敢杀了老夫？更何况老夫是大儒。怎么，你是读书人就能造反？你为官数10年，鱼肉百姓就能造反？你是大秦的大儒就能造反？唐廷白这小儿，难道真想杀了我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他肯定不敢。唐廷白，你今日如此羞辱老夫，有本事你现在就杀了我，不然老夫一定让你吃不了兜着。陈老狗，你说姑要是把你切片，大火爆炒送到陈家，请你陈家子孙品尝，你说你的家人会吃吗？疯子，你就是个疯子！殿下，剑下留人。殿下，皇上口谕，让您带着活的陈江流入宫面圣。入宫？唐廷白，老夫背后还有陈家，还有许许多多的儒生。别说你是太子，就是你爹见了我，也得客客气气的。你今天斩了老夫一条手臂，老夫与你不死不休。对太子殿下说出这样的话，今天必死无疑呀！孤从未见过如此寻死之人。殿下，陈家剩下的私兵如何处置？全部斩杀。属下明白。经此一战，太子殿下的威名将会传遍天下，残忍也会人尽皆知。进宫之前，先见一下城楼上的那些人。太子殿下果然英武无双，区区800人就灭了陈家5000私兵，800人却毫发未损。殿下能力出众，实乃我大前之福。诸位将军，孤出征在即，还望诸位将军和丞相一同坐镇京都，帮孤管理好大前。殿下放心，身为大前武将，臣等责无旁贷。好家伙，用这群武夫牵制本相，本相绝不让你如愿。殿下，您虽然赢了，但手段太过残忍，您怎么能斩杀降兵呢？您是想当暴君吗？圣人曾言当君子。哎呀，你个狗东西！800对5000，孤面临生死危机时，你怎么不说陈江流以多欺少，以下犯上，造反谋逆呢？你说孤是暴君？好啊，太子殿下，你想干嘛？诸位，孤是大秦的监国太子，孤就是这样的性格。你们看不惯就滚蛋，或者你们可以除掉我，前提是你们得有这个本事。丞相闲来无事，你带领文官去城墙下面清理尸体。殿下，我们文官身份尊贵，这手是拿笔杆子的，可不是用来清理战场的。什么？孤没听清，你再说一遍。老臣是说，殿下率东宫卫队斩杀陈家叛军，着实辛苦，这战场就由我们文官来清扫。哦，殿下，时候不早了，咱们赶紧进宫吧，皇上还等着呢。父皇，陈江流带到了，他的首级在盒子里。朕不是说要活的吗？他要杀儿臣，还要造反，凭什么不能杀？哎呀，可他背后有强大的陈家，还有千千万万的儒生。父皇，您放心好了，儿臣能处理好陈家，抄家所得依然分给父皇1/3。儿啊，朕和你一样，不喜这些酸儒腐儒，可朝廷治理
确实需要他们。父皇，儿臣明白，但儿臣不用他们，也能建造一个富强、文明、和谐的帝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儿啊，你有想法，朕很欣慰，朕也相信你。皇上，殿下，文官已经把城门口打扫好了，现在百姓人人称颂皇上和太子英明。哼。恭喜宿主以800胜5000，打击如耕企业，获得民众称赞，获得抽奖机会1次。抽奖。恭喜宿主抽中王者英雄韩信，植入身份天武军主帅，封爵淮阴侯。天武军主帅，也就是说3万天武军是我的人。马上要出征高丽了，你回去准备吧。是。大头，你家的粮食可还充足？孤与高丽对战，你们顾家至少要提供粮食100万担。姐夫，你就放心吧，我顾家的存粮至少还有300万担，足够几万大军吃的。再说粮食要是不够，还能去民间购买。这粮食要是出了问题，我自宫谢罪。狼牙剑制造的如何了？回禀殿下，工部目前有狼牙剑30万支，随时可装备军队。殿下，天武军主帅淮阴侯韩信到了。属下天武军主帅韩信拜见太子殿下。是淮阴侯啊，快请起。听说战士们已经半年没有发军饷了，所以姑就从东宫内库调拨了40万两白银，先发给兄弟们。太子殿下，40万两太多了，我们天武军10万两足矣。朝廷那些狗官不管你们的死活，姑来管。这次让战士们都改善一下生活，你们这些将士也该过好一点。属下多谢殿下，属下替3万天武军多谢殿下。殿下仁义，以后我就跟着韩帅和太子殿下混，谁敢说殿下一句不好，弄死他！俺也一样，俺是一个粗人，但俺可以用这条命来效忠殿下。好，快起来吧！现在去德胜门驻扎，今日杀猪宰羊，明日出征。是。大前的将士们，踏平建州，击败高丽，高丽国库1半的财产给你们。大前的儿郎们，你们有信心吗？杀！好，出发！唐廷白，你这个废物，既然成了你的阶下囚，你就给爷爷个痛快。这次算你运气好，要是本王子带1个7的兄弟过来，必定将你就地斩杀。唐廷白，你冷静一点，我父王最宠爱的就是我，只要你把我放了，你想什么我父王都会给你的，真的。姑还以为你是一个有血性的，不过如此。你在边境杀我大前无辜子民，你今日必须死。说说吧，战况如何？天武军全歼1500名建州兵，天武军重伤2人，轻伤8人。做得不错。休整片刻，将那些被建州兵残忍杀害的大前百姓埋葬了。属下明白。殿下，刚刚得到消息，神机营已经顺利进入高丽王宫，在白起将军的带领下，神机营3战全胜，消灭高丽军2万人，活捉15000人。战争就要结束了，我们处理好建州兵士，就拔营去高丽王宫。大王，不好了！建州兵和我们高丽军大规模溃败，大前军队马上就要到王宫了。什么？朕现在高丽内有外患，你立刻嫁给建州大王子，到时候建州必定举全国之力来帮我们。朕呐，为父的命，你兄长弟妹的命都在你身上。父王说了，他年事已高，身患重病，传位于我。从此，我就是高丽的王。诸位爱卿，可有异议？此次你要回到高丽？我不要嫁给建州王子，我要嫁给你。啊，我知道，但是我需要你帮我。你回到高丽，
孤会助你登上高丽王位，以后高丽就是孤个人的地盘，孤对待高丽百姓会一视同仁。好，我答应你，给你一个保障，未来若你太子之位受到威胁，高丽就是你的跳板，助你重振旗鼓。好，知我者，知恩也。那你今晚要好好谢我。哼，竭尽全力。李真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才是储君，高丽王该是我。你一个女人，生下来就是政治牺牲品，牺牲品就该有牺牲品的觉悟。程将军，你，父王，父王已死，从今日起，我就是高丽的王。诸位爱卿可有异议？臣拜见女王。本王今日即位，开城门，迎太子，投大钱。高丽全体官员拜见大前皇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万福金安。起来吧。高丽户部尚书何在？太子殿下，高丽户部尚书赵书。赵尚书，现在高丽百姓每年税率多少1/5。这么高！传孤命令，免除高丽百姓3年赋税，违抗者诛杀3族。准！大前皇太子的命令就是本王的命令。老臣遵旨。高丽是大前的附属国，从今以后，大前最精锐的天武军会永久驻扎高丽，保护高丽百姓的安全，同时将高丽国库内的钱粮全部运回大前。你们可有异议？孤会将高丽国库内的钱粮全部运回大前，你们可有异议？搞这一出，未来100年高丽再无翻身机会。太子殿下，国库您不能带走，大前天朝上国看不上这点钱财，可却是高丽安民乐业的命根子。这事一旦传出去，大前的名声将会极大受损啊！说的大义凛然，就是想留着钱东山再起。太子殿下，您要是带走高丽的钱粮，就是抢夺，还请三思。高丽百废待兴，大前作为宗主国，理应拨款赈济高丽，请殿下留下钱财。各位莫不是忘了，大前是战胜国，并且我们有能力打下高丽的京都，只是顾念百姓罢了。所以高丽国库本就是大前的。话虽如此，但那是拖出去打30军棍。是。哎呦，走。看来大家无异议了，粮食留下300万担，其余钱粮自化，全部运回大前。臣遵旨。好，下面议一议高丽未来的发展。散朝。恭喜宿主搬空高丽国库，拓展势力范围，奖励宿主王者英雄姜子牙，实录身份为大前被贬礼部官员，新任高丽使臣。姜子牙，超级合格的丞相，我身边武将一群，文官少得可怜，现在好极了，明日就亲自去迎接。殿下，属下已经查清楚了，这姜子牙因不愿投靠齐德龙，被陷害贬官，这才来到高丽使馆当负责人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他这辈子都没有机会调回大前了。如此甚好，正好为我所用。请问三位是有什么事情吗？我3位听说姜子牙姜大人有惊天伟地之才，特来拜会。各位稍等，我这就去通报。
殿下，您都这么礼贤下士了，这老家伙什么意思？姑想吃爆炒舌尖，就割你的舌头可好？实在不好意思啊，诸位先生，今天有事，不便见客，3位请回吧。那我们明日再来吧。麻烦通报一下，就说唐听白请先生出山。几位稍等，我这就去通传。殿下，这次你亮明身份了，这个姜子牙总该恭恭敬敬的出来迎接您了吧？先生，昨天的3人又来了，为首的人说他叫唐听白，请您出山。唐听白可是大权太子，他怎么可能亲自连续2日登门拜见？世道真是变了，还有人敢冒充皇太子？竟敢冒充我大秦的皇太子，看我不教训他！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放肆！居然敢冒充我们大秦的皇太子！看来今天不给你们点教训，你们是不知道我们大秦的脾气。好了，别闹了，快去请你家先生出来，我家殿下不喜欢等人。殿下，费那老劲干嘛？俺直接进去把人抓出来。您真是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万福金安。我是不是给我们家先生惹麻烦了呀？殿下，俺把姜子牙给您请出来了，是直接宰了还是烹了？我还等着我当了皇帝了，让姜子牙当丞相，这事搞的。臣姜子牙拜见殿下，臣有罪，请殿下饶命。先生客气，快请起。先前孤登门拜访2次，先生都闭门不见，实在没有办法，这才强行请先生出来，是孤鲁莽了，还请先生恕罪。不知太子殿下请臣出门是有何事？姜大人客气了，孤看不惯你被齐德龙打压，想要提拔你，请你以后为东宫效力，帮孤对付齐德龙那头大黑猪，如何？感谢殿下信任，臣愿为殿下效力，万死不辞。好。殿下，不好了！5000儒生不满您将高丽国库钱财送回大钱，他们包围了王宫，吵着让您给个说法。他们是想死吗？姜大人，您见多识广，您觉得此事应该如何处理？殿下，这些儒生太放肆了，直接放过，今后只会更加肆无忌惮，而且消息一旦传回大千，大千的儒生也会效仿此法呀。老程，是，你去安排火铳。姜先生，你带着那些被火铳打湿的儒生脑袋送去高丽儒宫，带孤问问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。要想做孤的敌人，那高丽儒宫就没有存在下去的必要了。臣明白。儒生如此大规模集体行动，背后必然有人从中作梗。元芳，您去查一下。是。殿下，您猜的没错，上官进城后来投靠了丞相，丞相送他到高丽作乱，属下已将其斩杀。好，下面孤要说件更重要的事，论功行赏。此次神机营功劳最大，神机营总兵白起赏白银10万两，神机营参战将士每人赏赐白银1000两。殿下，这也太多了吧！神机营有5000人呢，500万两白银啊！这传到朝廷，您也要被攻击了。无妨，散会后你们自行去国库领银子。白起、元芳和老程都一样。多谢太子殿下。白起，孤要组建轻骑兵营，由孤亲自指挥，扩充神机营为2万人，
分为火铳旅营和重甲步旅，这2个由你亲自统领。对了，以后神迹营就叫青龙军团。多谢殿下给属下机会，请殿下放心，属下保证带着青龙军所向披靡。属下以性命担保，青龙军团是您的，是大钱的。也就是说，青龙军只听从殿下一个人指挥。殿下，京城来人了，带着圣旨，气势汹汹的样子。殿下，京城来人了，带着圣旨，气势汹汹的样子。难道京都发生了大事？让人进来吧。是。殿下，咱们要小心点，大前皇都暗流涌动，稍不留意就会粉身碎骨啊！难道老皇帝要卸磨杀驴？圣旨到，太子唐廷白以及本次出征的武将等接旨。太子出征高丽，震慑建州，立下大功，朕深感欣慰。朕近来多病，太医言海外仙山有灵丹妙药，特命太子前往寻之，归来即可继承皇位，治理大前。狗皇帝难道是怕殿下功高盖主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太子巡要期间，东宫卫队编入大前金吾卫，程咬金任金吾卫中郎将；太子府修罗卫编入大前锦衣卫，李元芳任锦衣卫千户。神机营协助天武军驻扎高丽。哼！太子殿下，您先息怒。这段时间百官谏言，信王、宁王和吏部尚书曹豹联合起兵要清君侧，要求皇上换掉您这位暴虐的太子。信王和宁王手上加起来有15万兵马，他们进京了。驻扎京都的将领全部被曹豹买通，主动打开了城门。皇帝现在被软禁了，现在大前京都由信王唐威、宁王和曹豹共同负责。这哪里是清君侧，这分明是逼宫。殿下，他们和您彻底撕破了脸，您回京就有危险。原来皇上不是担心功高盖主，是在保护你。张安达，齐德楼也被软禁了。是啊，丞相在被软禁的时候，当众辱骂信王和宁王，还说您杀伐果断，是明君典范。就我和齐德龙不死不休的状态，他怎么可能支持我？这背后未必没有齐德龙的影子。张安达，还是辛苦您。回京都后告诉父皇，让他别着急，孤自会解决信王和宁王。太子殿下放心，老奴一定将您的话一字不差的讲给皇上听。殿下，怎么办？您一句话，俺为您上刀山下火海。白起，你立刻带兵回河东府招募青龙军，就地训练。属下领命。韩信，通知下去，建州伤我大前百姓，损我藩属国利益。明日孤带着天武军进攻建州，让大家做好准备。属下领命。3400骑兵歼灭了建州正红旗15000人，战果甚好。老程，骑兵损失如何？殿下，天武军骑兵损失了1800人，东宫卫队损失了89人。老韩，天武军损失如何？殿下，天武军消灭了镶红旗、正白旗和镶白旗，损失2300人。打仗就是为了以后不再打仗，少打仗。建州王子呢？殿下，建州大王子福宝被俺活捉了，就吊在外面的旗杆子上。建州3王子和13王子被属下活捉了，现在关在水牢里。把福宝带来，孤有话要给他说。
殿下，福宝带到了，是直接弄死，还是烹了炸了？太子殿下，这次是我们建州的错，不该欺负大前百姓，我们建州愿付出任何代价。任何代价？是的，只要您不杀我，我保证今后建州就是您的一条狗，您让往哪咬，我们就往哪咬。你也知道，我们大前和建州没有什么纠纷，偏偏你们欺负我们大前百姓，犯大前者，虽远必诛。太子殿下，我们建州愿意求和，愿意称臣。孤可以接受求和，3天时间，建州要出白银8000万两，优良战马10万匹，以及纯种白马1万匹。这也太多了，时间还这么短。看来你想战死啊！也罢，孤费点劲，灭了建州。哎不，我们建州愿意求和，我回去就和父王说。好，3日之后，孤要见到你和你父王亲自来请罪。殿下，建州王带着福宝，还有1000建州骑兵到了，而且银子和战马也送到了。好，让他们进来。太子殿下，小王是来请罪的，建州以后永远不找大前任何麻烦。建州王客气了，既然你们送来了银子和战马，孤就放过你们建州的百姓。建州王进攻我大前军队的命令，可是你下达的？太子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福宝啊，你亲自带兵与孤作战，好大的胆子！就知道这个疯子不会放过我们。孤是个善良的人，不会杀你们父子2人。不用死了。但话说回来，你们俩要是都活着，别人就以为孤是软柿子好欺负，所以你俩决定一下，到底谁死？唐廷白这个疯子绝不会开玩笑，说一个人活，就只能有一个人活。父王，我们父子情深，今天儿子愿一命换一命。父王，您老了，该死了。儿子还年轻。太子殿下，现在我可以走了吗？我保证，我永远是您的一条狗。真是父慈子孝啊！不知你们是否兄友弟恭呢？大哥，你竟然杀了父王！我要杀了你！都是你害的！孤忘了告诉你们，今天只能有一个建州人活着走出这里。你们说是谁呢？四哥，我们是手足兄弟，我们可以一起死啊，但绝对不能互相残杀。没错，我们兄弟情深，是不可能把刀对准兄弟。好一个兄弟情深呢！太子殿下，这次是建州错了，请您再给建州一次机会，再给小人一次机会。小人钦佩太子殿下允文允武，小人愿意认太子为义父，请义父不要拒绝。从今以后，建州只听义父一个人的命令。上一个擅长认干爹的还是吕布，这家伙不会也背刺吧？不过现在还真需要他。既然你提出来了，姑就认下你这个义子。福贵这名字不好，你改成唐嗣源吧。多谢太子殿下赐名，从今往后，福贵就叫唐嗣源了。好了，龟儿子，你回去吧，好好整合军队。3天后，姑要看到10万大军。我建州8期都快被你杀光了，怎么凑10万啊？只能找新军了。请义父放心，孩儿保证3天内凑齐10万大军。殿下，这个福贵贪生怕死臭不要脸，您收这样的人当义子，还让他整合军队，这是啥意思？殿下的意思是说，让建州的军队去跟信王和宁王对抗。好主意，
咱们自己人死了，殿下该多心疼！哈哈哈哈！当然还要掌控建州，扩大自己的势力。信王还真是孤的好兄弟啊，在京都胡作非为，大肆敛财，这才多久，京都粮价暴涨，百姓又吃不饱饭了。孤一定要将信王碎尸万段，为大前饿死的百姓报仇。义父，10万大军孩儿已经全部带来了，请父王吩咐。很好，孤命令你立刻带兵前往大前京都，团灭大前叛贼信王和宁王。只要你团灭，孤保证你一直是建州王。孤有生之年不灭建州，两国还能开放交易。请义父放心，孩儿保证斩杀信王和宁王的全部叛军，将他们的头颅献给父王。去吧，半个月内孤要听到捷报。是。你带着天武军兵分2路，去占领宁王和信王的封地。是。恭喜宿主收复建州，宿主获得一次抽奖机会。抽奖。恭喜宿主获得500左轮手枪、400把霰弹枪和5400把纯挺步枪，已发放至军械库。给东宫卫队和他们几个配上甚好，东宫卫队实力都翻上10倍。竟然打穿了野猪！这个叫左轮手枪，射速快，射程远，杀伤力强。殿下，这是啥呀？这个叫霰弹枪，一枪能打出10颗小钢珠，杀伤力惊人。哦，这能分我们点吗？这个就是给你们准备的，余下的先给东宫卫队，其余军队暂时不装备。但孤向你们保证，1年之内，军队里的每一个人都会装备上。给信王回封信，告诉他孤已经在回京都的路上，让他准备好被孤打得落花流水。唐清白欺人太甚，狂妄之极。他想打，本王就陪他打一场。大哥，唐廷白手下有不少骄兵悍将，他还能打败高丽，收复建州。咱们还是得小心点。放心就是，明日本王亲自率兵击败他，活捉废物太子唐廷白。你就防备好父皇就行。父皇？父皇的实力深不可测呀，他是故意让咱杀入京都的。怎么说？明日我能打败这个废物唐廷白，太子之位就是我的。如果我败了，父皇就会动用他的力量解决掉我们。皇上是把你们俩当磨刀石，顺带看一看唐廷白的能力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赢。我们有15万人，没有输的可能。三弟，只要我当了大前太子，将来这天下你我兄弟共享。皇上，太子殿下快到京都了，还给信王送了封信。信王扬言一定要击败太子殿下。手心手背都是肉，该怎么选呢？张让，你怎么选？皇上，奴才是您的人，今生今世只效忠您一人，您选谁，奴才跟着就是了。通知下去，一旦唐廷白击败信王，立刻命令左右金吾卫清洗信王、宁王的军队。是，可是如果太子殿下败了，朕需要的是一位能文能武、为大前开疆扩土的君王。太子不合适，朕就重新立一个。如今大前危机重重，需要一位强势能干的君主。殿下，捷报传来，淮阴侯韩信率领的天武军3天就打下了信定和宁地。他请示下一步怎么做？传令下去，原地驻扎，严格遵守军法，不许骚扰百姓。是。殿下，唐嗣源带着建州的10万骑兵，与宁王5万铁骑苦战2天2夜，活捉了宁王。建州损失了3万骑兵。
殿下，在火枪和手枪的助力下，我们包围了信王剩余的部队，活捉了信王。好，把人带进来。是。跪下！六弟，本王我败了，大哥认输。你能不能放过我手下的那些兄弟？否则，我就自杀。哼，大哥，你以为你还能活？你的手下自然是要下去陪你啊！你想逼死我，你就不怕史书上让你遗臭万年？大哥，明明是你要自杀的，姑就给你个自杀的理由，把他的人都处理了，让他下去陪兄弟。是。大哥，自杀很难吗？你不会，弟弟帮你。你真敢杀我！带下去，除了要他的命，怎么样都行。恭喜宿主平息叛乱，奖励宿主抽奖1次。恭喜宿主获得王者英雄郭嘉荀彧和孙膑。郭嘉荀彧以植入东宫伴读身份，孙膑植入身份齐德龙抛弃的谋士。如此甚好，回京就将人招至麾下。太子殿下，城里还有不少信王军队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放心吧，父皇一定会为我们解决问题。到时候我们只需要等人来接。太子殿下，城内的叛军已全部被杀，皇上命令奴才带着所有皇子接您回家。臣等请太子殿下回家。六哥，你好厉害！六弟，我们这几位哥哥要向你学习啊！太子殿下，您平安回来了，我们的主心骨回来了。太子殿下，您离开后，信王就不顾我们死活，粮价暴涨，饿死了好多百姓。求太子殿下为我等做主，求太子殿下让我等活下去吧。求太子殿下让我们活下去。好，都起来吧，姑马上就派张良解决粮食问题，粮食一定会恢复，到时候猪肉也会低价出售，姑一定会让你们所有人都吃饱饭。多谢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万福金安。父皇，儿臣回来了。这次战胜了高丽和建州，从2位国王身上获得了8000万两白银，1000万已送入了您的私库。我这便宜老爹爱财如命，现在有一大笔钱，不该高兴吗？这又搞什么嘛？五儿回来了，你是朕最喜欢的儿子，朕这下能安享晚年了。皇帝的嘴骗人的鬼。哎呀，朕年纪大了，身体也不好了，就想抱着钱睡觉。这金无畏，你也接手吧。皇帝还要给我放权？请父皇放心，儿臣定能护好京都，保护好您的安全。哎呀，老六，宁王和信王是你的手足啊。这是在和我谈条件啊！放了那俩家伙，金无畏才是我的。父皇放心，儿臣明白怎么做。殿下，郭嘉荀彧到了。臣郭嘉，陈荀彧拜见太子殿下。平身吧，孤知道2位先生都是大才，孤叫你们前来是要委以重任。郭嘉，孤想让你去建州担任国相，协助建州新王唐嗣元。臣多谢殿下信任，臣保证彻底掌握建州，让建州成为殿下的强劲助力。荀彧，你去高丽担任国相，协助高丽女王治理高丽，可好？请殿下放心，臣绝对不会辜负您的期望。行，你们去吧。这2年好好治理建州和高丽，有了政绩，以后回来就能担任6部尚书。多谢太子殿下信任。殿下，孙膑到了，他的膝盖骨被齐德龙挖了，已经残废了。
闭嘴！孙膑，投靠孤的门下如何？投靠？我现在从身到心已然是个废人，我现在心中只有仇恨，只想报仇。孤知道你得罪了齐德龙，才被折磨至此。你入孤的门下，孤给你报仇，如何？太子殿下，你莫不是在开玩笑？齐德龙乃文官之首，背后有陇右齐家和众多儒生，您对付他起来也没那么容易啊。你也知道，孤与齐德龙不对付已久，而天下终究是孤的天下，齐德龙只是孤功名录上的一道墓碑而已。太子殿下，只要您能杀了齐德龙，我此生此世为您效力。好，先好好休息，明天一早大朝会，孤会宣布任命。丞相，唐廷白那个杀神回来了，我之前打开了城门，明日大朝会，他一定会兴师问罪的，下官难逃一死，求丞相救命啊！成王败寇，输了你就认了，本相救不了你。齐德龙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别忘了，这一切都是你暗中指使，你才是最大的反贼。曹尚书，你冷静点，总要有人来平息唐廷白那个疯子的怒火吧。你一个人死，好过一群人死吧。你放心，本相一定会尽力保全你的家人和家庭。你的妻儿都已经安全离开大前了。我必死无疑，非死不可。这有一瓶见血封喉的毒药，回家之后吃了它，也能走得轻松些。殿下，吏部尚书曹豹在家畏罪自杀了，投靠信王的官员也全部服毒自杀。意料之中，这肯定是齐德龙做的。不过现在还不是动他的时候，走，去宣政殿，孤给他留几分薄面，也希望他懂点事儿，也给孤面子。是。臣等拜见太子殿下，恭迎太子殿下凯旋。难道太子殿下要对我们兴师问罪？各位，逆贼信王宁王以下犯上，祸害大前百姓，致使民不聊生。你们说应该如何处置这两人以及他们手下的心腹啊？丞相，你说说吧。老臣以为应将这两人千刀万剐，以警告天下人造反的下场。把人带上来吧。唐廷白，要杀要剐，直接给老子个痛快！休想羞辱本王！哎呀，大哥，你误会了。你虽该死，孤却不杀你，只是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让百官轮流抽你3个时辰，警醒一下。丞相，由你开始。抽吧。老臣得罪了。齐德龙，你放肆！就凭你也想羞辱本王？你当是？带下去，送进天牢，3日后流放岭南。宣旨：二王作乱，青龙军军团长白起、修罗卫指挥使李元芳等诸将文武兼备，功不可没。白起封其忠勇伯，赐良田3000亩；李元芳、程咬金、姜子牙、韩信等赐良田500亩。另外，册封高丽长公主李知恩为高丽女王，建州王子唐思源为建州王，钦此。谢太子。吏部尚书曹豹已经畏罪自杀了，吏部不能缺人啊！你们觉得谁合适啊？太子殿下，吏部尚书位置重要，还是太子殿下决定就好。
就你了，你从工部尚书迁为吏部尚书，工部尚书由鲁班担任，退朝。反正你们也只是给孤的人占着位置。张让安排人悄悄潜入天牢，信王、宁王二人因受不了屈辱，服毒自尽了。是。太子不能杀他们，但他们二人不死，天下诸侯蠢蠢欲动。太子以后是要成为大前历史上的第一帝王，朕不想让他背负弑兄杀弟的罪名。是，皇上一心为太子殿下着想，太子殿下必然感激万分。孤这个父皇啊，还真是想尽了法子让孤听到呢。他大可放心，只要不卸磨杀驴，孤就不会拿他怎么样。殿下，白起军团长来信，说是青龙军已组建完毕，训练颇有成效。可有实战经验？前几日，宋国3000轻骑兵袭扰大前边境，白起军团长带着青龙军团灭了轻骑兵，活捉了他们的将军。好，让白起把人先关起来，待价而沽。好嘞。现在全国军政钱财都掌握在孤手里，终于可以收拾齐德龙那头黑猪了。殿下，不好了！什么事儿这么着急？难不成皇上死了？昨夜气温骤降，暴雪降临，许多百姓都被冻死了。姜子牙，立刻带人在每条街道开设粥棚，保证1日3餐，免费给那些百姓。是。你现在带着工部的人，立刻在空地搭建临时帐篷。是。张良，你负责钱财支出，做好钱粮供应。是，殿下。昨晚冻死了那么多人，是因为我们都没有准备。从今天开始，孤不准再有一个人冻死饿死，必须要让老百姓吃得饱，穿得暖。请殿下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殿下，前面粥棚有人闹事儿，怎么回事？齐德龙的儿子齐白在粥棚捣乱，非要和灾民抢粥。走，去看看。凭什么不给我吃啊？哎，你不是看不起我吧？赶紧的，不然我把你的粥棚给掀了！齐公子，这粥棚是赈济灾民的，您家财万贯，何必与灾民争粮？更何况，您难道不怕太子殿下怪罪吗？我会怕？老子天不怕地不怕，老子今天就要在这吃粥。老子若是吃不满意，这群贱民就不能吃。齐公子，你是名门望族，何必与一群吃不上饭的灾民争抢呢？我去你的，狗东西！老子就要吃，你管得着吗？一群贱民而已，死了就死了。哎，还有你，去，赶紧给我滚！你，你敢打我？你死定了！你完了！我要杀你全家！还愣着干什么？上啊！齐大公子这么嚣张？谁啊？谁给你的底气呢？太子殿下，都是误会，误会。我齐家愿意拿300袋粮食作为赔偿。如果赔偿有用的话，那要律法干嘛呢？太子殿下，是我太冲动了，我愿意拿3000担粮食赔罪，也愿当个中间人，缓和您和父亲的关系。不用了，因为你们齐家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老程，这孙子浪费粮食，剁吧，喂猪喂狗。太子殿下，我爹是文官之首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多谢殿下为百姓做主。多谢殿下为百姓做主。恭喜宿主救助大前百姓，奖励宿主王者英雄妲己，以职务身份大前京都倾国楼楼主。妲己？这样的话，得和老程一起去看看。唐廷白，这混蛋竟然敢上吾儿！少爷，这事咱不能这么算了，要不然唐廷白觉得你好欺负，其他的史家还以为你认怂呢。
没错，必须要给这个唐廷白一个教训。既然搞不了唐廷白，那就搞那个程咬金。你去办。是。属下妲己拜见殿下。妲己，坐吧。姑找你有事。殿下，俺先出去玩玩啊。姑要发展经济，希望倾国楼能成为一个商人聚集的地方。喝酒的同时，生意顺便就谈成了。倾国楼是殿下的，奴家只听殿下的，一切都为殿下服务。不仅倾国楼是姑的，你也是姑的。是，奴家只听殿下的。不对，请尽情吩咐妲己，主人。殿下，老程出事了。怎么回事？齐德龙把老程绑在了囚车上游街示众，据说是老程酒后羞辱了一个中年妇女，还将其一家6口给杀害了。这一幕刚好被齐德龙撞见，所以就被抓了。现在什么情况？齐德龙在皇城门口召集了文武百官以及京都百姓，要太子殿下为那个被程咬金侮辱的妇女做主。齐德龙看来真是活够了。齐德龙，你这头大黑猪竟然敢诬陷！今天你最好杀了俺，不然俺一定要杀你全家！程咬金，你酒后侮辱妇女，残杀大千百姓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想狡辩？我不信，太子殿下温文儒雅，谦逊有礼，他的手下怎么可能欺压百姓？没错，太子殿下为我们百姓做主，这肯定是被冤枉的。天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就算是皇太子，触犯了大前律法，一样要受到惩罚。唐廷白，快来吧，今日我就要用律法对付你，让你再无翻身的机会。太子殿下，您的属下犯了错，您可不能包庇。别胡说，殿下是最在乎我们百姓，肯定会处理好这件事的。太子殿下治军严整，肯定是被奸臣陷害。一定是被陷害的。你想干什么？程咬金侮辱妇女，杀人全家，如此人渣败类，你要放了他吗？太子殿下，俺没做过，请殿下为俺做主。齐相，你这是诬陷，姑要带人离开，你要拦着吗？太子殿下，你也太放肆了！凭什么带走藐视法律的程咬金？太子，您虽是监国太子，但您……唐廷白，你已经铸成大错，你就不怕皇上罢了你的太子之位吗？我本不想杀你，可我错了。你不死，我的版图永远差一块。齐相，程咬金说了，他是被诬陷的，现在滚开，不然你也得死。你这疯子怎么如此肆无忌惮？唐廷白，那不如这样，我们去上报皇上，由皇上来裁。要么死，要么滚。唐廷白，你这个疯子，谁能砍下唐廷白这畜生的狗头，赏金10万。有事去找太子。太子殿下刺杀了几个文官，丞相大怒，命令手下死士刺杀太子殿下。齐德龙，今日敢刺杀太子，明日就要刺杀朕。可他还不能死，齐家还有用。走，去阻止他们自相残杀。太子殿下，不如这样，我们过去的事儿一笔勾销，从此以后，我们2人联手，大钱一定会蒸蒸日上的。所以你想怎么死？
我身后有一个齐家，你杀了我，大钱必乱。看来你选枪，孤成全你。太子殿下住手！皇上来了。老六，把武器放下，他可是大钱的丞相。父皇，齐德龙诬陷我的属下，一次一次对我痛下死手，这些你都不知道。今日放了他，必成心腹大患，他今日必须死。太子，朕才是大钱的皇帝，你没有权利杀朕的丞相。这个太子，你是不是不想当了？皇上，太子之位你拿不走，别人也抢不走。至于你的位置，早晚也是孤的。你，来人啊！皇上累了，送他回去休息吧。逆子，你想造反吗？好啊，好啊，朕的好太子，你有本事杀了朕！哼！皇上，皇上！还愣着干什么？把齐德龙这头大黑猪的脑袋挂在城墙上。元芳、老程，包围丞相府，抄家齐家，齐家所有为官者，如有反抗，就地斩杀。是。殿下，青龙军团已经灭了齐家，从宗庙祖坟到男女老少连根拔起，同时从齐家获得黄金800万两，白银6000万两。珠宝玉器、琥珀象牙等数十万件，土地200万亩。好一个齐家！元芳，拿出2000万两白银，按贡献比例分给弟兄们。是，殿下。那黄金给皇上送过去吗？我这个父皇什么都不爱，就爱黄金，可朕偏偏不想惯着他这个臭毛病。听说太子抄齐家，收获颇丰啊。是，听说光黄金就有800万两。那等太子送钱来，朕就好好数一数。逆子，你来找朕干嘛？父皇，儿臣听说你看上了齐家的财产。是啊，按照惯例，抄得家产得分朕一半。父皇，钱财分你可以，但这是最后一次，这一次直接买断皇位。什么意思？父皇，你老了，在这位上坐太久了，该换人了。逆子，你是现在就要朕的皇位吗？是啊，父皇，你该退位了，给你钱财是最温和的方式了。你要是不愿意，还有政变。哼！2亿两银子，最多8000万，儿臣还要征战天下，发展国家。成交。诸位爱卿，好久不见呐！朕今日有一事要宣布。朕登基多年，一事无成，大钱能有今天，全靠太子和各位爱卿鼎力支持。太子允文允武，能力出众，朕心甚安，所以朕决定今日将皇位禅让给太子。你们觉得如何？皇上治理大钱多年，劳苦功高，现在禅位于太子，也是民心所向。皇上圣明。太子仁德，皇上圣明。太子呀，文武百官都支持你成为大钱新帝，你意下如何啊？父皇，儿臣不愿。逆子，怎么不按剧本来啊？父皇，儿臣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，先行告退了。啊，皇上，您真的愿意禅位于太子？这是自然。既然如此，为了大钱，为了百姓，皇上不如带着文武百官前往太子东宫，请太子登基。诸位爱卿，
跟朕走。太子啊，为大前计，为万民计，朕愿传位给你。臣等请太子殿下登基。父皇，您正值壮年，至少还能当这20年，这个皇位，儿臣是万万不能要的。太子，民心所向，众望所归，今日你必须成为大前新帝。臣等拜谢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哎呀，你们啊，朕除了答应，还能做什么？皇上圣明，皇上万岁！众爱卿平身。